大家好，欢迎来到江峰奥妙。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局，绝对是好莱坞顶级金牌编剧都写不出来的连环悬疑大片。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26年3月19日，白宫的草坪上，春风和煦，阳光正好。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和来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完会，两人并肩走出来，面对长枪短炮的媒体。一个嗓门贼大的记者扯着脖子喊：总统先生，您是否打算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川普停下脚步，微微扬起下巴，使出了他那个标志性的手风琴手势，对着麦克风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说：不，我不会把部队派到任何地方。如果我要派，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但我现在的回答是，我不派地面部队。这段话可谓是滴水不漏，既展现了绝不重蹈中东泥潭覆辙的强硬姿态，又顺带着讽刺了一把媒体。华尔街的交易员们看到这条新闻，估计急得都在狂揪头发，心想完了，这霍尔木兹海峡是通不了了，油价还得涨。可是老头子在白宫谈笑风生，说我不派兵，但如果你去查开源情报，你会看到一幅让人背脊发凉的恐怖画面。此时浩瀚的太平洋上，正有两头钢铁巨兽，带着足以倾覆一个中等国家的毁灭性力量，正在全速向中东狂飙。这两头巨兽是什么？他们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精锐的两栖戒备群。早在大概1周前，也就是3月中旬，驻扎在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远征部队已经搭乘着底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悄无声息地穿过大洋，目前正杀气腾腾地逼近波斯湾。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刺激，那么就在昨天到今天的这24个小时里，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军港汽笛长鸣，第2支两栖打击力量第11海军陆战远征部队搭乘着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波特兰号两栖运输舰以及康斯托克号船坞登陆舰提前拔锚起航。大家算算这笔账，第31远征部队大约2200名陆战队员，第11远征部队又是2200多名陆战队员，加上随行的海军水手，这两支舰队一旦在波斯湾会合，那就是将近8000人的庞大兵力，其中包含了超过4500名武装到牙齿随时准备踹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精锐。他们带着数十架能垂直起降的 F-35B 隐形战斗机，带着绰号蝰蛇的武装直升机，带着重型气垫登陆艇和两栖战车。有意思了吧？一方面白宫的主人指天发誓，说绝对不派地面部队，连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都在旁边帮腔，说现在没有派兵的计划。另一方面，4500名踩着战靴杀气腾腾的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大洋上乘风破浪，直奔火药桶。朋友们，要看懂这个局，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堂堂世界第一的美国海军面对霍尔木兹这个狭窄的海峡会感到如此头疼。咱们得先把视线拉低，贴着海面去看看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这条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世界上1/5的石油都要从这里运出去，但是它太窄了，最窄的地方只有大约21海里。对于一艘排水量10万吨、造价上百亿美元的尼米兹级或者福特级航空母舰来说，开进霍尔木兹海峡简直就像是一个穿着顶级西装的亿万富翁被迫走进了一条连路灯都没有的漆黑小胡同，而胡同两边的暗巷里全都是手里拿着板砖和土制炸药的亡命徒。你以为美国现在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和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天下无敌？在广阔的太平洋上，他们确实是神挡杀神，但在这条死胡同里，伊朗人苦心经营了40年的非对称战争体系，足以让任何一位美国海军上将惊出一身冷汗。咱们不用凭空想象，历史早已给出了血淋淋的教训。时间倒退回1988年4月14日，那时候也是两伊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伊朗人为了报复，在海峡里疯狂布雷。那天下午，美国海军的萨缪尔 ·B 罗伯茨号导弹护卫舰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突然水面下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闷响，一颗伊朗的触碰式水雷直接在军舰的船底爆炸了。那画面简直惨不忍睹，
剧烈的冲击波瞬间在坚硬的船体上撕开了一个9英尺宽的血盆大口，龙骨当场断裂，轮机舱进水，大火冲天而起，10名美国水兵身负重伤。要不是舰长和船员们死抢救，这艘先进的军舰当场就得沉入海底。将近40年过去了，今天的伊朗比当年可是阴险了100倍。他们不再仅仅依靠那种老式的傻瓜水雷。如果你现在用高倍望远镜看向伊朗一侧的海岸线，那些看似平静的悬崖峭壁和隐蔽的河口溪流里，藏着成百上千甚至上万艘武装快艇。这些快艇体积小，速度极快，它们平时就像冬眠的蛇一样躲在地下隧道或者伪装的车库里，一旦接到命令，就会像蜂群一样倾巢而出。想象一下那个令人窒息的画面，一艘孤零零的美国驱逐舰正在护航，突然雷达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光点，几十艘甚至上百艘装满高爆炸药的快艇以超过60节的狂暴速度从四面八方冲过来。驱逐舰上的近防炮开火，火舌撕碎了第一排、第二排快艇，但快艇太多了，总有漏网之鱼。更绝望的是，在这些快艇冲锋的同时，伊朗海岸线上的山洞里会突然喷吐出无数道火舌，那是岸基反舰导弹。天空中还会飘来成群结队的光纤控制无人机。这种立体的蜂群自杀式攻击，就是伊朗敢于叫板美国的底牌。前几天《金融时报》就发了一篇深入报道，采访了一堆美国退役的海军将领，他们的结论非常一致，现在强行派军舰进去护航，风险大得离谱。驱逐舰虽然防空能力一流，但他们是单层船壳，一旦被水雷或者自杀式快艇咬上一口，后果不堪设想。除非你能把伊朗海岸线上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威胁全部物理超度，否则谁也不敢把价值连城的舰队和商船开进去送死。这就是川普面临的死局，不动手油价飙升，动手派陆军全面入侵，那就会陷入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恐怖10倍的帝国坟场。怎么破局？怎么才能既不派大军陷入泥潭，又能把伊朗的咽喉彻底切断？五角大楼的参谋们翻开了历史的绝密档案袋，从中抽出了一个尘封近40年的疯狂计划。我们要谈的是一场真真正正的海上幽灵战。在揭开这场尘封40年的幽灵战略之前，江峰先跟各位推荐一个我自己每天都在用的好物——普瑞堂黑参。现在这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天天看这些惊心动魄的地缘大棋局，咱们自己的身体底盘可得先稳住。普瑞堂采用传统的9蒸9爆顶级工艺，将优质高丽参的精华完美转化。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温和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咱们现代人熬夜劳神后恢复精力，提升日常免疫力。无论是买给长辈颐养天年，还是自己日常保养，都是非常顶级的选择。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点击视频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结账时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G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现在还有超级福利，单笔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您一根顶级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把健康带给家人。也感谢您对江峰奥妙的支持。好，咱们马上回到波斯湾，看看这支美军的幽灵舰队到底要怎么破局。俗话说，阳光之下并无新事。面对今天波斯湾的困局，美国人的解题思路其实早在1987年就已经被一群胆大包天的特种兵给验证过了。这个绝密的计划代号叫做主要机会行动。这个故事极其精彩，大家全当听个军事悬疑小说，但它字字句句都是真金白银的历史。当年里根总统也是被伊朗的袭船战搞得焦头烂额。1987年夏天，美国决定给科威特的油轮挂上美国国旗，由美国海军护航。结果这第一次护航就结结实实的丢了个大人。7月份，5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地护送着巨大的布里奇顿号超级油轮进入波斯湾，结果防不胜防。布里奇顿号一头撞上了伊朗人偷偷布下的水雷，爆炸声震耳欲聋。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因为超级油轮体积庞大，又是双层船壳，炸个洞根本沉不了。
反而成了现成的巨型扫雷器。于是原本应该保护游轮的美国军舰吓得赶紧排成一字长蛇阵，战战兢兢地躲在游轮的屁股后面往前开。这脸可是丢到姥姥家了。美军高层震怒，咱们堂堂蓝水海军竟然被一群开着小破船撒地雷的游击队给戏弄了，必须报复。但是问题来了，美国不想和伊朗全面开战，也不想在伊朗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因为那意味着政治上的彻底决裂和无法估量的伤亡。怎么办？这时候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帮疯子站了出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海上基地。既然不能在陆地上建基地，那咱们就在海峡的公海上凭空造一个出来。美军暗中租用了2艘巨大的民用海上石油驳船，一艘叫海格力斯号，一艘叫温布朗7号。这些驳船没有动力，是用拖船拖到波斯湾的。表面上看，这就是普通的作业船，但实际上它的肚子里藏着当时美国最致命的特战力量。午夜时分的波斯湾闷热潮湿，海面上只有微弱的星光。在这些静默的驳船上，海豹突击队的精锐正带着夜视仪往脸上涂抹着迷彩。甲板上停放着俗称小鸟的陆军第160特种航空团的直升机，还有海军重火力配置的马克3型巡逻艇。为了防空，甚至还有海军陆战队员扛着毒刺导弹在四周警戒。这是一个真正的幽灵舰队。到了晚上，这些直升机和快艇就像从深渊里爬出来的蝙蝠一样，悄无声息地散布到广阔的海面上，用最先进的红外探测仪死死盯着伊朗的动静。1987年9月21日晚上，好戏上演了。美军的侦察直升机在夜幕中发现了一艘伊朗的登陆舰。这艘船鬼鬼祟祟地关着灯，船上的水兵正悄悄地把几个圆滚滚的黑色物体往海里推，那是水雷。美军直升机上的机枪手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扣动扳机。火光瞬间撕破黑夜，密集的弹雨像冰雹一样砸在伊朗船的甲板上，打得伊朗水兵哭爹喊娘，当场弃船逃命。随后海豹突击队乘坐快艇飞速靠近，直接登船，活捉了剩下的俘虏，还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水雷。这就是铁证。主要机会行动完美地向世界证明了一点，在波斯湾这种复杂的近海环境中，对付游击队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比他们更精锐、更隐蔽、更致命的特种游击战术去降维打击，打完就撤，绝不停留，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活靶子。好，故事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背脊开始发凉了？因为当你把当年这些简陋的驳船替换成今天正在全速杀向波斯湾的迪黎波里号和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时，你会发现一场跨越40年的幽灵战争 2.0 版已经正式拉开了大幕。咱们现在回到2026年3月的今天，揭开谜底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川普敢拍着胸脯说我不派地面部队，却又大张旗鼓地派去了2个完整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因为这位总统玩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军事术语和政治语言的双重魔术。在传统老百姓的认知里，什么叫地面部队？那得是像当年打伊拉克那样，先派几十万陆军过去，建起庞大的绿区，搭起无数的帐篷，坦克在街头巡逻，这就叫地面部队。这种仗川普死都不打。但是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是个什么存在？大家可能被陆战队这3个字给忽悠了。这支被西方军事观察家称为全球危机急救包的精锐，根本不是用来占领和驻扎的，它是一个高度集成、完全自制的袖珍战争机器。咱们就拿刚刚从圣迭戈出发的全狮号两栖戒备群来说，这3艘战舰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死亡海上基地。两栖攻击舰的甲板上停放着代表着当今航空科技巅峰的 F-35B 隐形战斗机。这种飞机不需要长长的跑道，它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原地起降，这就是传说中的闪电航母概念。除了 F-35B， 还有能把装甲车直接吊起来的 CH-53 重型直升机，以及像变形金刚一样的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而在这支舰队的肚子里，装载着海军陆战队的步兵营、
炮兵连、轻型装甲车，以及能够以极高速度冲上沙滩的 LCAC 气垫登陆艇。大家想象一下接下来的画面，当这2支两栖舰队一共6艘巨舰悄无声息地停靠在波斯湾外围的安全海域时，他们绝不会傻到把几千人全放上岸去跟伊朗人打阵地战。五角大楼的剧本是这样写的：午夜0点，没有航母编队的狂轰滥炸，海面死一般寂静。突然，全势号甲板上一阵轰鸣，4架 F-35B 垂直升空，依靠着极致的隐身性能，像幽灵一样滑入伊朗领空。他们根本不投炸弹，而是利用强大的电子战系统，瞬间瘫痪掉伊朗海岸线上那些早已老旧的雷达。紧接着 MV-22 鱼鹰直升机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武装侦察连起飞，他们的目标不是德黑兰，而是伊朗海岸线上那些用来隐藏快艇和导弹阵地的小岛屿。与此同时，海面上水花四溅，气垫登陆艇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浅滩。陆战队员们如同猛虎下山，在叶世仪的绿光指引下突入伊朗的地下机库，一枪一个，干脆利落，把 C4 炸药贴在反舰导弹和自杀式快艇的引擎上。只听几声闷响，伊朗人苦心经营的微型基地化作火海。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群致命的美国兵早就坐着直升机回到了公海上的军舰里，洗个热水澡，吃着煎牛排了。脚沾到地了吗？沾到了。算是驻扎的地面部队吗？绝对不算。这就叫两栖突袭。这种极其灵动、极其狠辣的战术，完美地切中了伊朗的死穴，也完美地兑现了川普不陷入地面战争泥潭的政治承诺。这4500名精锐就是一把悬在伊朗喉咙上的特种手术刀，但这把刀到底要切向哪里？这就引出了我们要给朋友们披露的，川普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要疏通海峡，他要玩一把大的，一把足以让整个德黑兰政权彻底崩塌的阳谋。兵法云：打蛇打7寸。要想彻底制服一个疯狂的国家，与其去跟他的游击队在海峡里拼刺刀，不如直接掐住他的大动脉。对于伊朗来说，这条大动脉只有一个名字：哈尔克岛。哈尔克岛在哪里？它位于波斯湾的深处，距离伊朗海岸只有几十公里。这个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其貌不扬，却是伊朗名副其实的皇冠明珠。为什么？因为伊朗全国90%以上的原油都是通过海底管道汇聚到这个岛上，然后再装上超级油轮运往世界各地的。可以说，哈尔克岛就是伊朗政权的经济呼吸机。拔了它的管，德黑兰的经济在1周之内就会彻底休克。3月13日早上，川普在他自己的真相社群上发了一段极其耐人寻味的帖子。这段话的信息量之大，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川普是怎么写的？他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执行了中东历史上最强大的轰炸行动之一，彻底摧毁了伊朗皇冠明珠哈尔克岛上的每一个军事目标。看到这里，你以为他把岛炸沉了？别急，最关键的是下一句。川普话锋一转，我选择不抹去岛上的石油基础设施。然而，如果伊朗或任何其他人干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行，我会立即重新考虑。朋友们，你们细品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和杀气，简直让人毛骨悚然。既然美军的炸弹都能精准地把岛上的防空导弹、雷达站、军营炸成齑粉，顺手把那些油罐和管道炸了，还不是举手之劳吗？为什么川普偏偏要留着这些石油设施？他真的是大发慈悲吗？绝对不是，这就是典型的商人极限施压，我把它称为地缘政治上的捏睾丸战略。川普留着这些石油设施，就是留了一个巨大的筹码。他是在告诉伊朗高层，你们引以为傲的导弹系统已经被我瘫痪了，这个岛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个不设防的后花园。如果你们敢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油价下不来，那对不起，我不炸你的岛了，我要派人去占领它。这难道不就是那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最完美的剧本吗？没有了防空火力的威胁，两栖攻击舰上的重型直升机和气垫船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冲上哈尔克岛。陆战队员迅速建立防线，彻底接管油阀，
你们伊朗不是拿霍尔木兹海峡卡全世界的脖子吗？那好，我美国大兵直接坐在你的油库上，你想运一滴油出去，都得看我川普的脸色。这一招太毒了，他不打你的首都，他也不杀你的平民，他就是抢走你钱包里的银行卡，然后坐在你家门口微笑着看着你。对于极度依赖石油收入来维持国内庞大安全部队、支付革命卫队工资的德黑兰政权来说，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前一段，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军头们还会忠心耿耿吗？街头早已对政权不满的民众，难道不会掀起一场足以吞噬一切的风暴吗？川普深谙此道，他这是在用经济的刀子割伊朗政权的动脉。如果你觉得控制哈尔克岛已经足够震撼了，那说明你的脑洞还不够大。咱们结合最新的情报，再往下深挖一层，推演一个极其惊险但逻辑上绝对成立的终极剧本。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轻描淡写地透露了一个极其重磅的消息。他说，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最近的空袭中受伤，甚至可能毁容。这帮伊朗高层现在就像老鼠一样，躲在地下防空洞里瑟瑟发抖。领袖重伤，生死未卜，高层如同惊弓之鸟，防空系统被全面摧毁，沿海基地被炸成废墟。此刻的伊朗正处于过去40年来最脆弱的权力真空期。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节点上，你觉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和以色列摩萨德那帮心狠手辣的间谍会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吗？绝不可能。不要忘了，整个这场危机最初的导火索是什么？是伊朗一直在偷偷推进的核计划。虽然美以联军的轰炸已经摧毁了大部分核设施，但谁能保证在这片广袤的波斯高原的某个隐秘地下掩体里没有藏着高浓缩铀？如果被逼入绝境的革命卫队死硬派孤注一掷地把这些浓缩铀装进常规导弹里，制造出一颗脏弹，然后朝着特拉维夫或者美军基地发射，那整个中东就真的要迎来世界末日了。所以这两支满载着海豹突击队、陆战队武装侦察连，他们最终极的使命可能是一场好莱坞大片都不敢拍的核武大劫案。想象一下那个令人窒息的画面，在 CIA 内线的精确定位下，午夜的德黑兰郊外或者某个偏僻山区的上空，美军的电子干扰机彻底屏蔽了方圆100里的通讯，几十架涂着锡箔材料、没有任何反光的夜鹰直升机贴着山脊线呼啸而过，机舱门打开，最精锐的美军特种部队顺着绳索如神兵天降，直接空降在伊朗地下核设施的通风口周围。他们用特种定向爆破炸开厚重的防爆门，戴着防毒面具，手持微声冲锋枪，在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里展开极其血腥的近距离室内近战清剿。他们的目的不是杀戮，而是直奔核心反应堆或者储存仓库，将那些致命的浓缩铀样本和技术资料洗劫一空，带不走的直接安上高爆炸药，彻底炸成废墟。任务完成，直升机轰鸣升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只留给第二天早晨爬出地堡的伊朗军头们一个空空如也的核废墟以及无尽的绝望。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说我不派兵驻扎，因为真正致命的猎手永远只在暗夜里出击，一击必杀，绝不恋战。这两支两栖大军不是去打阵地战的，他们是去执行外科手术室靶点的。这一刀下去，不仅要挖出你的心脏哈尔克岛，还要切除你最致命的毒腺核计划。大家觉得川普的这步棋到底会怎么下？那支太平洋上的狂飙舰队又会给中东带来怎样的终极风暴？如果你对这场大棋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推演，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听得过瘾，觉得江峰把这背后的玄机给你讲透了，千万别忘了点击订阅频道，点亮那个小铃铛，顺手点个赞，再把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咱们拨开迷雾看世界，下期节目江峰继续带你解密，不见不散。